我在大学食堂开了个不限量的5元自助餐，结果却被一个新生举报了。他的理由是自己饭量大，总去加餐感觉没面子，说我伤了他的自尊心。于是我被校长约谈，要求严格整改。然而当我取消自助餐，换成了13元一份的精致小碗菜后，全校同学却开始怀念我的5元自助餐了。可惜已经太晚了。正午12点，我的窗口前聚满了学生。林哥，再给我加一勺麻婆豆腐。林哥，红烧肉还有吗？再来点。看见学生们脸上是洋溢的快乐，我也开心了。这是我回母校开窗口的第3年，我的窗口5元自助管饱，菜品虽不算顶级，但永远保持着6荤6素的热度。记得当年我就是靠助学金和食堂阿姨接济，才熬过了最拮据的大学4年。现在我开了这家5元自助，也是为了帮助这些和我一样窘迫的学弟学妹们。然而在人群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格格不入的身影，他穿着一身潮牌，脚上踩着限量款球鞋，端着餐盘挤到我面前。还要？我认得他，江哲，大一新生，开学时开着一辆保时捷报道，在学校论坛小火了一把。不过来的都是客，我还是利索的给他添了一大勺糖醋里脊。但周围学生好奇的目光让江哲有些羞恼，端着餐盘落荒而逃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只觉得好笑，并没把这当回事。怎料第2天，王校长一通电话把我叫到了办公室。小林啊，你看看这个。他拿出了一沓 A4 纸给我，居然是举报信。我连忙读了起来，但很快被震惊了。关于3号食堂临安小厨窗口缺乏人文关怀，伤害学生自尊心的举报，该窗口名为自助，实则要学生去排队取餐。对于饭量较大、家庭条件优越的同学，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自己的饭量，无异于公开处刑，完全背离了大学立德树人的根本宗旨，缺乏基本的人文关怀，真是荒唐，荒唐的惊天动地。我想试着解释，王校长却打断了我。小林啊，我知道你的初衷是好的，想让贫困生能吃饱饭，这一点学校是肯定的。但是大学不仅是教知识的地方，更重要是育人。我们要考虑所有同学的感受，尤其是那些比较敏感的同学，人家里条件好，自尊心强，你让他一次次去加餐，他会怎么想？他会觉得自己被当成饭桶围观了。我盯着他那张一本正经的脸，瞬间大怒。校长，我的窗口写得很清楚，5元自助。他如果觉得没面子，完全可以去别的窗口，或者一次性多打一点。我试图讲道理，王校长却摇了摇头。小林，你还是没理解我的意思，这不是多打少打的问题，是导向问题。我们要引导学生建立健康、体面、有尊严的消费观。你这种不限量的模式，就是在鼓励贪便宜，不利于学生高雅品味的养成。说到这，他语气中开始带着威胁。总之，这件事在学生里造成了不好的影响，有损我们学校的形象，你必须整改。如果不整改，你这个窗口的承包合同可能要重新评估了。我算是明白了，校长根本不在乎学生死活，只在乎自己的形象。但我只生气了几秒钟，就再次露出了微笑。校长说的对，是我考虑不周，格局小了，我一定深刻反省，马上整改，保证让每个学生都能体面有尊严的用餐。王校长满意地点了点头，挥挥手让我走了。然而我走后，并没有系食材供应商，而是直接拨通了一个装修队长的电话。喂，王队吗？明天来我窗口一趟，全部砸了，重新装，速度要快，我可以加钱。第2天一早，我的窗口就被一块巨大的红布蒙了起来，红布上还贴着一张告示：内部升级消费体验即将重塑，敬请期待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学生们都很疑。怎么回事？林哥的自助不开了？昨天还好好的啊，我还没吃够他做的锅包肉呢。不会是被人举报了吧？我听学校里有些蠢人嫌5块钱太便宜，拉低了学校档次。等过了3天，我亲手扯下那块巨大的红布，围观的学生们瞬间都惊呆了。原先那个朴素接地气的打菜窗口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装修风格极简的门面，上面摆着一排排白瓷小碗，碗里装着菜品，每一份都像经过精心计算艺术品，分量大概是我以前打菜时手抖一下掉出去的那么多。而旁边的价目表比这些菜品更加艺术，荤菜13元一份，素菜8元一份，米饭2元一碗，而且每人限购1碗。同学们直接看傻了，一荤一素1碗饭要23块钱，我没看错吧？以前5块钱能吃到福强，现在23块钱估计只能塞个牙缝。老板，你是不是被外星人绑架了？这是抢钱啊！面对学生的质问，我却很淡定。各位同学，不要激动，我们窗口这次升级，主要是为了响应学校人文关怀的号召，进行的一次重要消费升级。以后1人1份，无需加餐，用精致守护您脆弱的自尊。这句话瞬间让整个场面沸腾了。学生们又不是傻子，自然明白了是谁害的。愤怒的矛头很快开始了偏移，有几个学生气得直接转身就走，但更多的人是犹豫地站在原地，对那高昂的价格望而却步。其中一个瘦弱的身影站了很久，是陈月，那个每次都只打素菜的女孩。她的目光在价目表上停留了很久，清秀的脸上带着一丝茫然和无措。最后，她默默地走向了旁边那个只卖馒头和稀饭的窗口。2块钱一个馒头，1碗清汤寡水的稀饭，这就是她今天的午餐。看到她落寞的背影，我感到很不好受。但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如果善良得不到尊重，那就必须让所有人都来尝尝精致的代价。我的林氏小碗菜开业即巅峰，不过是围观人数的巅峰，真正掏钱买单的寥寥无几。大多数学生宁愿去吃泡面，也不愿当这个冤大头。但我并不在意，因为我在等一个人。等到中午12点半，今天的主角终于登场了。江哲和他那几个朋友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，看到我这焕然一新的窗口，他十分得意。这才像样嘛！大学食堂也得讲点格调，以前那样
吃个饭跟难民抢食一样。他的朋友们立刻附和，把江哲都捧到天上了。然而就当江哲准备点餐时，却僵住了。一份红烧肉13，林安，你这肉是金子做的吗？你抢钱啊！他愤怒的大喊，引得周围本已散去的学生又重新聚拢过来，准备看好戏。而我依旧保持着假笑。江同学，您误会了，我们这个定价完全是为了照顾您的自尊心啊。您饭量大，这是好事，说明身体好。但以前那种模式，您吃1份不过瘾，吃5份又觉得没面子，总要去排队加餐，多不好意思。现在完全没关系了，您想吃5份红烧肉，完全可以直接点，再也不用感受排队的烦恼和旁人羡慕的目光了。这才是真正的有面子、有尊严啊！周围的学生都是人精，听到这哪还有不明白的？于是他们马上议论了起来。原来就是他，那个举报5元自助的奇葩，就因为你一个人觉得没面子，害得我们都没便宜饭吃了。你有病吧？自己饭量大怪食堂，这是什么脑回路？指责声像潮水一样涌向江哲，他马上慌了。不是我，你们别胡说！但我立刻贴心的打断他。江同学，您别激动，大家没有恶意，只是羡慕您的好胃口和好家境。为了给您提供更顶级的用餐体验，我们还特别推出了至尊套餐，188元一位，包含我们今天所有的10款小碗菜，外加1份特制甜品和进口果汁。您下单后，我们会派人用托盘给您送到座位上，保证您用餐不受打扰。整个食堂顿时哄堂大笑，在众人的嘲笑中，江哲一个字也说不出来，只能落荒而逃。到了下午，C 大的校园论坛彻底炸了，江哲的身份被彻底曝光，火速登上全校公敌榜首。他走在路上都能感受到4面8方投来的笔，这下他彻底恼羞成怒了。他想不通，自己明明是维护权益，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？于是他做了一个更愚蠢的决定。江哲先在论坛上注册了一个小号，煽动大家去校长信箱投诉我。临安小厨恶意涨价，哄抬物价，严重扰乱食堂正常经营秩序，损害广大学生利益。不得不说，他这一招有点用。很多不明真相的学生觉得，就算江哲有错，我这种报复性涨价也太过分了，还连累了所有无辜学生。于是，一时间投诉我恶意涨价的邮件雪花一样飞向了王校长的邮箱。我也又被校长请到了办公室，但这一次我带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，不等他开口，我主动递了上去。校长，向您汇报，我的整改工作非常成功。王校长闻言一愣，下意识地翻开了文件夹，里面是一份制作精美、图文并茂的 PPT 打印稿，而我指着照片开始了汇报。校长您看，经过我们的消费升级，彻底杜绝了学生因反复加餐而产生的自卑心理。我们推行小碗菜模式，精准定量，有效减少了餐饮浪费，完全符合勤俭节约的号召。更重要的是，用餐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，学生们的用餐体验充满了尊严感和仪式感，这完全是按照您的指示精神来执行的。听着我的发言，王校长从最初的严肃慢慢转为惊讶，最后变成了欣赏和喜悦。毕竟他最在乎的就是面子，而我这份报告简直是精准地挠到了他的痒处。小林啊，你真是有觉悟啊！这件事你办得很好，很有前瞻性，你不要有心理负担，大胆的干，学校是你坚强的后盾。他当场就在我的报告首页上用红笔批了个优秀，还签上了自己的大名。我马上拿着这份被校长御笔亲批的报告，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办公室。面对这份报告，那些质问我的学生们也沉默了，而我的天价窗口很快成了学校宣传消费升级的样板，再也没有学生来投诉了，因为他们知道没用。虽然我的窗口一天都赚不到100块，但我并不在乎，每天就坐在窗口后面，戴着耳机看电子书，为我的下一个餐饮计划做市场调研。但我没想到，这个浪潮很快席卷了整个食堂。旁边的老板们看我虽然没人买，但得到了校长的表扬，一个个都动了心思。他们发现把大份菜换成小份菜，总利润反而更高了。于是第2个小碗菜窗口出现了，然后是第3个、第4个。短短半个月，食堂几乎所有窗口都跟风升级了，整个食堂的用餐成本从人均7、8块飙升到了20块起步。学生们怨声载道，却又无可奈何。方便面、面包、饼干成了很多人的日常主食。我看到这些场景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这天下午，我去图书馆查阅一些关于连锁餐饮管理的资料。然而，当我沉浸在书本里时，突然听到一声惊呼：“快来人啊！有人晕倒了！”我心里一紧，立刻和尚书走了过去。拨开人群，我看到了一张熟悉又苍白的脸，是陈月。他倒在地上，双眼紧闭，整个人瘦得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走。让一下，我来。我立刻上前检查，还好，只是低血糖加上营养不良导致的昏厥。我让旁边的同学帮忙，将他扶到一旁的沙发上躺下，又喝了几口糖水。陈月终于醒了，看清人是我后，他挣扎着想坐起来，但我却按住他。别动，再躺一会儿。陈月终于醒了，看清人是我后，他挣扎着想坐起来，但我却按住他。别动，再躺一会儿。过了一会，他的室友闻讯赶来，我才把陈月交给他们。这时陈月的室友突然叫住我：“林哥，你知道吗？自从你的5元自助没了后，整个食堂都涨价了。陈月他为了省钱给家里寄生活费，已经吃了半个月馒头了。”这句话瞬间让我心疼得无法呼吸。我马上从钱包里抽出200块钱，塞进陈月的手里，陈月却不肯接受。不，我不能要。林哥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这钱我不能要。他清瘦的身体里藏着一股倔强的骨气，我只能换了一种方式，就当是我借你的，你也不想再晕倒一次，让你室友和家人担心吧。以后你毕业了，有钱再还我，或者来我的窗口打工，我还能包吃。听到我的话，
陈月眼里的泪水终于落下，我拍了拍她的背，内心被一种巨大的刺痛和自责感所淹没。我以为我在打一场必胜的战争，却忽略了这场战争中最无辜的牺牲品。我的报复是不是真的做错了？但我没想到，陈月在图书馆晕倒这件事会成为整个事件的转折点。陈月的室友，那个为她打抱不平的女孩，当晚就在校园论坛上，用一种极其悲愤的语气，把事情的经过发了出来。当一个为了省钱给家里寄生活费的女孩在图书馆饿晕，我们是不是都该反思一下？帖子里，她没有指责任何人，只是客观地陈述了事实。从5元自助的存在到被人举报取消，从临时小碗菜出现到整个食堂跟风涨价，从陈月的家庭情况到她为了省钱一天只吃2个馒头，最后她附上了一张陈月躺在医院打点滴的照片。这篇帖子瞬间像一颗深水炸弹，在深夜的 C 大校园里轰然引爆。1个小时后，一个名同学在论坛贴出了后台数据分析，找到了当初煽动大家去校长信箱投诉我的那个小号 ，IP 地址与公开辱骂5元自助的江哲高度重合。至此，舆论彻底反转，学生们不再指责我，开始理性的分析整个事件的始末。他们意识到，真正的罪魁祸首是那个举报者和校长。所有的怒火很快精准倾泻到了始作俑者江哲的身上。这一次，他成了 C 大校园里行走的过街老鼠。他去上课，旁边的座位永远是空的；他去打球，手里的篮球会被人不小心撞掉，然后一脚踢进垃圾桶里。他在宿舍，室友们要么当他是空气，要么就戴着耳机把音乐开到最大。他点的外卖不是被踢翻了，就是被人倒了水。他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没有尊严。江哲试图在论坛上辩解，说自己只是想维护一个良好的用餐环境，没想到会造成这样的后果。可帖子发出去不到10分钟，就涌入了上千条评论。你毁了陈月的生活，现在还想洗白自己，滚出 C 大！你的良好环境就是建立在贫困生的饥饿之上吗？他被骂到删帖，注销了账号，有好事者甚至把他那封荒谬的举报信贴满了校园的每一个公告栏。在日夜不断的公开处刑下，江哲崩溃了。我从陈月口中得知这一切时，正在我的小窗口里教他怎么使用新的收银系统。他出院后，我就让他来我这里勤工俭学，管吃管住，工资照发。此刻听完他的叙述，我内心毫无波澜，安心在我这儿干，别想太多，天塌下来由我顶着。看着这个女孩因为吃饱了饭而显得红润的脸颊，我觉得这比任何胜利都更重要。然而到了周五晚上，我准备拉下卷帘门收工时，一个憔悴的几乎脱了相的身影却出现在我的窗口前，是江哲，那个曾经光鲜亮丽的副歌，此刻像一个落魄的流浪汉。看到我，他竟然冲过来求我：林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错了，林哥，我不该举报你，我不该那么自私，我就是个混蛋，求求你把5元自助改回来吧，我给全校同学道歉，我给他们磕头都行。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说他愿意自己出钱补贴食堂的亏损。他说他快被逼疯了，他一天都不想在学校里待下去了。然而我却冷冷地看着他，现在后悔了吗？可惜我的计划才刚刚开始。看着面前的江哲，我冷笑道：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说完，我拿出手机点开了一个文件，按下了播放键，一段录音清晰地从手机里传了出来。那是我第一次去校长办公室时悄悄录下的，每一个字都让江哲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。江同学，你搞错了一件事，我的窗口整改不是因为你的举报，而是因为学校的决定。你看现在的临时小碗菜模式，王校长很满意，亲自批示为优秀，我怎么能为了你一个人就随随便便改回去呢？那不是打校长的脸吗？听到我的话，江哲彻底陷入了沉默。我也不再看他一眼，而是绕到门口，将他关在了门外。对敌人的仁慈，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这个道理我早就懂了。陈月晕倒事件和江哲的全民公敌化，让食堂涨价这件事很快超出了校园内部矛盾的范畴。C 大作为一所国内知名的985高校，向来爱惜羽毛。现在学校的官方招生宣传帖下面，评论区完全沦陷。最高赞的评论是：欢迎报考 C 大，这里有26元一份的小碗菜，能有效帮助您控制体重、体验饥饿、戒断饭瘾。下面还跟着几千条评论一起起哄。有愤怒的家长得知自家孩子在学校天天啃面包吃泡面，直接把电话打到了校长办公室，痛斥学校钻进钱眼里，不管学生死活。更要命的是，本地一个颇有名气的美食探店博主，不知从哪听说了这个盛况，特意来学校探店。他特地做了一期视频，把我那精致的小碗菜和别家跟风的菜品拍了个遍，然后采访了几个正在啃面包的学生。视频不长，但讽刺效果拉满，瞬间在本地小火了一把。这下王校长彻底坐不住了，上级的问责电话，社会的舆论压力，家长的愤怒投诉，像3座大山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于是我又一次被请到了他的办公室，只是这一次他没了高高在上的姿态，反而亲自给我泡茶。小林啊，最近辛苦了。这一次他没了高高在上的姿态，反而亲自给我泡茶。小林啊，最近辛苦了。他姿态放得很低，先是虚伪地肯定了我的创新精神和大局意识，然后话锋一转，开始唉声叹气。但是呢，我们做任何工作也要考虑实际情况嘛。学生们的消费能力毕竟有限，最近学校也听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，所以你看，我们是不是可以灵活调整一下，把价格稍微降一降，或者恢复一部分以前的模式？我闻言故作为难，校长，这可不行啊！这个小碗菜模式可是您亲笔批示的优秀整改案例啊，文件都还在我这儿呢，这才不到1个月，说改就改，那不是说明我们之前的工作是错的吗？这不是朝令夕改，自己打自己的脸吗？
再说了，为了响应您的号召，我投入了这么多钱重新装修、采购新设备、定制新餐具，还请人做了品牌设计。现在说改回去，我的这些损失谁来承担呢？说完，我无辜地看向他。校长，学校的面子要紧，我一个承包商的损失是小事，可万一传出去，说我们 C 大的决策这么随意，对学校的声誉影响也不好吧？王校长被我这一番话噎得半天说不出一个字，脸色难看极了。他想发火，却又不敢。他想讲道理，却发现我说的全都是他自己的道理。我见状摆出了一副非暴力不合作的姿态，向他大倒苦水。我给他拉了一张长长的清单，装修费、设备费、误工费、品牌设计费，甚至还有我的精神损失费，总金额正好是我那间小窗口5年的承包租金。我明确表示，除非学校愿意全额补偿我这次响应号召所造成的一切损失，否则我只能含泪继续经营我的天价小碗菜。毕竟我是个商人，亏本的买卖不能做。王校长看着那张清单，气得手都抖了，最终拂袖而去。我知道他不会给钱的，他想让我自己妥协，把这口黑锅背了，但我偏不。谈判破裂的第2天，我就找到了陈月。此时陈月正在我的后厨切着土豆哼着歌，我把一个 U 盘递给他，里面装着我整理好的所有材料，证据链完整、清晰且极具讽刺性。小月，这些东西你看着办吧，我累了，只想安安稳稳地做点小生意，让想吃饭的人能吃饱饭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陈月接过 U 盘，紧紧地握在手里，他看着我，眼神里是前所未有的坚定。林哥，我明白。他没有多说一个字。当天晚上，这些材料就出现在了各大校外社交平台上。陈月用一个新注册的小号，将所有证据链整理成一个情绪饱满的长帖。魔幻现实，一所985大学是如何为了副歌脆弱的自尊心，亲手毁掉全校学生食堂的？帖子一经发布，瞬间引爆了舆论海洋，网友们群情激愤，评论区的怒火几乎要将屏幕点燃。2025年了，还有这种把学生当傻子的校长啊！那个叫江哲的，简直是巨婴的典范。心疼林老板，好人没好报，最后还被逼成刽子手啊！C 大还招什么生啊？直接改名叫贵族学院吧。事件彻底出圈，学校的电话都被打爆了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也立刻打来电话，严厉的要求校方立刻调查，给出解释。王校长以及整个 C 大的领导层面临着建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公关危机，而我则坐在小窗口里，刷着手机上不断弹出的新闻，平静地喝了一口热茶，釜底抽薪，借力打力。既然你不解决问题，那我就让能解决你的人来。釜底抽薪，借力打力。既然你不解决问题，那我就让能解决你的人来。在山呼海啸般的舆论压力下，C 大校方的反应堪称神速。事件发酵的第2天，王校长就带着一众校领导浩浩荡荡地来到了3食堂，当着无数围观学生和记者们的镜头，王校长紧紧握住我的手，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。他高度赞扬我心系学生，勇于创新，对我之前的工作表示充分肯定。然后话锋一转，说学校经过深刻反思，认为在追求消费升级的同时，也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实际需求和消费能力。最后他郑重宣布，学校将全力支持我的工作，鼓励他为同学们提供物美价廉的餐饮服务。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，既给了我面子，也给了校方台阶，堪称官场话术的典范。等表演结束，校长把我请到了一旁。林老板，林哥，算我求你了，高抬贵手，放学校一马吧。这件事再闹下去，对学校的声誉是毁灭性的。咱们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你也是从 C 大走出去的，总不希望母校蒙羞吧？他居然开始打感情牌了，我心里冷笑，早干嘛去了？王校长严重了，我一个做小生意的，哪有那么大能量？我只想知道我的损失怎么办。不，全都不，你那份清单学校全认了。不，全都不，你那份清单学校全认了。不仅如此，你的窗口我们再给你续签5年优惠合同，租金减半。他开出的条件不可谓不优厚。看着他焦急的眼神，我知道火候到了。可以，但我有3个条件。第一，学校必须在官方网站和官方微博以首页置顶的形式发布公告，就此次食堂涨价风波向全校师生公开道歉，承认校方在决策中存在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失误。第二，举报者江哲必须在下周1的全校晨会上面向全体师生公开宣读检讨书，向所有被他影响到正常生活的同学道歉。我停顿了一下，看着脸色惨白的校长，说出了最后一个条件。第三，5元自助可以恢复，但是校长，物价在涨，人工在涨，我的精神也受到了不小的伤害，8元一位，不限量，这是我的底线。王校长的脸色变了又变，从煞白到铁青，再到最后的灰败，最终他只能同意了。就这样，我赢得彻彻底底，接下来就该收尾了。1周后，C 大迎来了一个载入校史的周一。学校官网首页，一封由校长办公室发布的措辞诚恳的致歉信被挂了整整3天。江哲也在升旗仪式结束后，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检讨。尊敬的各位老师、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信息工程学院大一新生江哲。他从自己那荒谬的自尊心讲起，承认了自己的自私、无知和傲慢。他向被他间接伤害的陈月同学道歉，向所有因为食堂涨价而生活受到影响的同学道歉，向被他拖下水的临安老板道歉，向被他抹黑的学校道歉。他念着念着便泣不成声，而台下上万名学生都静静地看
看着他，没有掌声，没有嘘声，没有窃窃私语，只有沉默。念完检讨书后，他朝着台下深深地鞠了一躬。据说他的父亲，一位颇有名气的企业家，也在上周末悄悄来到学校，以个人名义向学校捐赠了一大笔食堂改善基金，专项用于补贴贫困生活时。晨会结束后，学生们涌向食堂，我的窗口前再次人山人海。此时窗口装修回了朴素简洁的样子，旁边还挂了一块崭新的招牌：临安小厨8元自助，不限量。温馨提示：谢绝一切以伤害自尊为理由的投诉。所有看到这行字的学生都会心地笑了起来，这成了一个只有 C 大师生才懂的梗，一个带着点黑色幽默的校园传说。那天以后，江哲再也没有在学校里出现过。听说他办理了休学手续，被他父亲送去了国外。王校长偶尔会路过我的窗口，远远的看到我，也只是复杂地点点头，然后匆匆走开。而我依旧每天穿着围裙，忙碌地给学生们打菜，仿佛一切都没有变。但所有人都知道，有些东西已经永远的变了。我的8元自助餐生意比以前的5元自助还要火爆，因为有了学校的补贴和那笔食堂改善基金，菜品的种类和质量比以前更好了。以前6荤6素，现在是8荤8素，甚至偶尔还会有小龙虾和烤鱼。学生们对我也不再是简单的喜欢，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。他们不再叫我老板，而是亲切地叫我林哥。陈月则成了我的得力助手，每天下课就来我这帮忙，因为不用再为食宿操心，他整个人都开朗了许多。他跟我说自己已经规划好了，毕业以后不想去找工作，想跟我一起创业，把临安小厨开到全国的大学里去。我也用赚来的钱，联合学校的学生会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助学金，没有取什么高大上的名字，就叫干饭人基金，专门资助那些家庭困难但饭量特别大的学生，让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实现干饭自由。现在食堂里再也没有人会因为多打一次饭而感到不好意思，反而大家会互相开着玩笑。嘿，哥们，今天战斗力不错啊，第5趟了吧？那可不能辜负了林哥的心意。偶尔还会有好奇的新生向学长学姐们打听关于26元小碗菜和自尊心的传说，老生们便会绘声绘色地向他们讲述那个跌宕起伏的故事，最后总会用一句话来总结：记住，在 C 大你可以挂科，可以逃课，但千万别惹林哥，他的人文关怀你承受不起。而我听着这些，忍不住嘴角上扬。我的初衷是让每个想吃饱饭的孩子都能踏踏实实地吃饱。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要实现这个朴素的愿望，不仅需要一颗滚烫的好心，还需要一副不好惹的铠甲。善意本身很脆弱，但带上锋芒的善意才能所向披靡。